结婚多年，好不容易才和丈夫有了孩子，却惨遇意外流产了。我伤心欲绝之时，丈夫却在与保姆柔情蜜意。得知真相后，我毅然选择离婚。他痛哭流涕，求我原谅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小柔，去给我切个果盘来。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突然想吃点水果。小柔摆弄着花瓶里的花，对我的话充耳不闻。我皱了皱眉，小柔，我说去给我切一个果盘来，你是没有听见吗？小柔还是没出声，仿佛我是个透明人。我有些不悦，刚想发火，老公陈金河过来拍了拍我的手，示意我不要生气。他语气温柔，老婆别生气，想吃果盘了吗？我去给你切，等我呀，马上就好。他走进厨房，我坐在沙发上生着闷气，转头却没见小柔的踪影。我有些纳闷，但没有想太多。老婆，切好了，快过来吃。陈金河端着果盘放到我面前，我扭过头不理他。他坐过来，掰过我的脸，轻轻捏了一下。怎么了，老婆？别生气了，你看你生气了都不好看了。我瞪着他，陈金河，你干嘛多管闲事？以前没有发现你是这么好心的人啊。陈金河听出了我话中的讽刺，皱了皱眉。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来，吃个草莓。他插起一个草莓喂到我嘴边，张嘴啊！我厌恶地拍开他的手，草莓滚落在地。陈金河，你明知道我不爱吃草莓，还喂给我，你什么意思？小柔捡起草莓笑了一下，丢进了垃圾桶。夫人，你还真是挑剔呀！先生辛辛苦苦切的，你闹脾气，一口不吃就算了，还这么践踏，真是不懂珍惜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我们夫妻吵架，有你什么事？小柔摆了摆手，我看不下去，夫人这么无理取闹，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而已。夫人也太小气了吧！陈金河挡在他面前，隔开了我们俩。好了，老婆，你也知道小柔她可怜，今天她母亲病情加重了，她心情不好，你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我白了他一眼，转身进了房间。一进房门，我就踩了一脚玻璃渣，刚好我光着脚没有穿鞋，玻璃深深扎进我的脚掌，鲜血顺着我的脚掌流下来，淌的地板到处都是。老公，老公，没有人回答。陈金河，我又大声喊了几句，还是没人回答。我吃痛，坐在凳子想着先给伤口消一下毒。这时小柔走了过来，摸着脖子上的宝石项链，一脸得意。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个项链她什么时候买的？而且还很眼熟。看到我脚上不断渗出的血，她捂着嘴状似惊讶。您怎么这么不小心，都踩到玻璃片了，快让我帮您看一下。她不等我表态就凑过来，抓起我脚上的玻璃片，扎得更深。刚刚还只是一个口子，这下成了一个血窟窿，痛得我紧皱眉头，笨手笨脚的。走开！我轻轻推了他一下，他顺势一屁股坐到地上。小柔捧起地上的东西，语气惋惜地说：可惜了这幅相片了，这上面的夫人和先生多甜蜜呀，现在都碎成一片片的了。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结婚照，那时我挽着陈金河，而他低头亲吻我，我们好似一对神仙眷侣。我不顾脚上的伤，站起来，一把将相框夺过。是你是不是？是不是你故意摔碎的？你说，夫人啊，前几天我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，谁知道它这么脆弱，一碰就碎了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夫人不会生气的吧？我扬起手准备打他，被陈金河抓住，一把甩开。萧书涵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没站稳一下摔倒了，地上一地的玻璃渣，我顿时满身伤痕。陈金河，刚才我喊你这么多声，你都不来，
现在倒是来得很及时啊！我闹什么了？是他打碎了我们的结婚相片，明明是他，都是他！我红着眼控诉，小柔眼神充满无辜，豆大的泪珠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下来。先生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本来是想看看夫人脚上的伤，谁知就被推倒在地了，还说是我摔碎的。我没有啊，先生！我震惊道，你刚才明明承认了，为什么现在又说不是？小柔坐在地上抹着眼泪，看着十分楚楚可怜。我关心夫人，夫人却把一切都怪在我身上。夫人说是我做的，那就是我做的吧，本来就是你，你终于承认了。小柔坐在地上泣不成声，陈金河一脸心疼。够了，萧书涵，平时在家里我事事都纵容你，却不想你成了现在这副模样，还要为难小柔，她本来就很难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咄咄逼人？小柔听了，越发抽抽搭搭的哭个不停。我明白，夫人一向瞧不起我们这些人，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。我腿伤了没事，只是希望您不要迁怒先生，他是无辜的。陈金河立马蹲下身查看小柔的腿，他哼唧出声。陈金河动作更加轻柔，没事吧，小柔？这里很痛吗？小柔绽开一抹笑容，显得明艳万分。陈金河看呆了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。我恐怕不能自己下楼了，可以麻烦一下先生吗？陈金河将他公主抱起来，他的手紧紧搂住了陈金河的脖子，朝我挑衅一笑。陈金河，你敢？你要是迈出房间一步，我们就恩断义绝。陈金河充耳不闻，抱着他往前走。陈金河，你给我回来！我想上前拉开他们。陈金河回头冷冷看我一眼。萧书涵，你好自为之。陈金河将他抱下了楼。我怔怔地呆在原地，他刚才的眼神仿佛千年寒潭，看一眼就要立刻被冻结。小柔是我们家的保姆，她年轻且漂亮。我曾经很纳闷她为什么干这一行，她却说是为了重病的母亲。母亲高昂的医药费使她迫切需要一份高薪工作，而她自己学历低，只能做这个。我和陈金河看她可怜，没让她干什么很累的活，还付给她成倍的薪资。得知她没有地方住，更是让她搬进了我们家。突然一个东西跳到我身上，我看了一眼，是我养的白色狮子猫诺诺。诺诺蹭了蹭我的手，好像感知到了我的伤心，喵喵喵地叫着，很是可爱。我摸了摸它的头，刚才的难过被它治愈了很多。和陈金河结婚多年，一直没有孩子，我很是介怀。于是在我生日那天，陈金河送了我一只猫，也就是诺诺。他说没关系，以后这只猫就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一起养它。我简单给自己的伤口包扎了一下，看了看诺诺空空的猫碗，下楼去给它拿猫粮。诺诺也跟着我下了楼。陈金河坐在沙发上，小柔白花花的脚搭在他腿上，他给小柔抹着药，姿势十分暧昧。小柔软弱无骨，就快要倒在他怀里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怒气冲冲地质问。小柔立马坐到一旁，怯懦地开口：先生只是看我不方便再给我上药，夫人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你们这副模样让我怎么不误会？萧书涵，你让小柔受了伤，自己却不来道歉，但事情总要有人解决的吧？陈金河淡淡说道。我懒得理他，在客厅找着猫粮，半天没有找到。小柔走过来，拿起猫粮递给我，笑靥如花。在这里呢，夫人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接过，把猫粮朝碗里倒去。诺诺蹭了蹭我的脚背，不断冲我撒娇。我挠了挠他的脖子毛，把猫碗放到他面前，快吃吧，小家伙。他埋头吃得正欢，小柔一脚踢过去，猫碗瞬间被踢翻，洒落一地。
抱歉哦，夫人，我实在是太不小心了，竟然笨手笨脚的把碗踢翻了。诺诺进食被人打扰，跳起来咬了小柔一口，她啊的尖叫一声，一脚踢向诺诺。诺诺被他一踢，委屈地躲到了我身后，直喵喵叫。诺诺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干嘛跟他一般见识？踢他干什么？小柔又哭起来，指着诺诺气得语无伦次。他，萧书涵，你是怎么管他的？就这么让他这么乱咬人吗？踢他就踢他了，猫还不比一个活生生的人重要吗？你能不能分分轻重缓急？陈金河愤怒地瞪了我一眼，转头拉起小柔的手吹了吹。怎么样，咬得重不重？小柔望着他，媚眼如丝，勾人心魂。我没事的，先生，我不想看见他们。转身进了房间。我洗完澡躺在床上，身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，很快就有些昏昏欲睡。诺诺很黏我，每天都要跟我一起睡。陈金河时常抱怨被他抢走了自己的宠爱，让他自己的地位更低了。但今天诺诺没来我房间，我等了半天没等到他来，以为他自己找地方玩去了，就睡下了。直到一早，我打开门，被眼前看到的东西吓了一跳，我尖叫出声。那是一只腐烂的猫尸，是诺诺。诺诺的身上爬满了苍蝇虫蚁，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眼白已经浑浊了，嘴巴痛苦地张大，嘴上还有没干的白沫，面目狰狞。我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诺诺的身体，冰冷的没有丝毫温度，已经死去很久了。明明昨天还活生生地对我撒娇，现在却不明不白地惨死在这里。我挥开那些虫子，捧着诺诺的尸体失声痛哭。我将诺诺埋在了家里的后花园，一起埋葬的还有他最喜欢吃的罐头和最喜欢咬的玩具。我想这样也不会那么孤单了。我检查了一下客厅里诺诺的猫碗，吃的只剩下几颗了，闻起来有股奇怪的味道，碗底还有白色的粉末。我一脚踹开小柔的房间，里面没有人。我快速翻找起来，在抽屉里找到一包白色粉末状的东西，写着老鼠药3个字。愤怒在胸口翻腾着，我捏紧了手里的老鼠药。最终我在后花园找到了小柔，她嫌弃地用脚踩了踩埋葬诺诺的那片土。夫人，你也真是的，我的郁金香养得好好的，被您一铲子铲干净了，把这小畜生葬在这里，你也不嫌晦气，真是亏您想得出来。我抓住他的头发，朝着诺诺狠狠磕了几个响头。他没防备，吃了一口的泥土，扣着嗓子眼直呕吐。我打开老鼠药，拍向他的脸，泥土混着白色粉末糊的他满脸都是。他惊恐万分。你突然发什么疯啊，萧书涵？你杀了诺诺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这么残忍？想起诺诺，我鼻尖发酸，双眼有些模糊。残忍？夫人，你真的很天真，很善良啊。他咬了我，我当然要给他一点教训，所以我就把老鼠药倒在了他碗里。他吃得很开心呢，口吐白沫的样子也很可爱，是不是啊，夫人？他笑吟吟的，让人很想撕烂他的嘴。你再说一句试试看。小柔看了看我身后，换上了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夫人，我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什么了，惹得您这么生气，要打要罚悉听尊便。陈金河一把推开我，将他拉到自己身后。萧书涵，你今天又找什么茬？夫人的猫死了，他觉得是我害死了他，我实在是冤枉啊！明明是那猫太蠢，自己误食了老鼠药，关我什么事？陈金河握住了小柔的手，厉声道：“听见了吗，萧书涵？不要把什么事都怪到别人身上。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老鼠药明明是他放进猫碗里的。诺诺从不乱吃其他东西，
怎么会误食呢？我拉住陈金河的手臂，泪眼婆娑。你以前也很喜欢诺诺的，你知道他的性格的。陈金河不耐烦地甩开我的手，一只猫而已，死了就死了，不知道你在唧唧歪歪什么。这个家被你闹得天翻地覆的，真坏人心情。我有些失控，紧握住陈金河的双臂。你说过诺诺就是我们的孩子，你说过我们要一起养他的，难道这些你都忘了吗？陈金河冷漠地看着我，脸上没有丝毫动容。是，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，只有你会记住，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。我感到一阵气血上涌，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再醒来已经是在医院。陈金河看我醒了，很紧张地凑过来，突然的变脸让我有些不适应。舒涵，你醒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？我这是怎么了？陈金河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。医生说你怀孕了，我们有孩子了，舒涵。不过现在是怀孕初期，情绪起伏不能太大，对孩子不好。我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这个孩子会在这个时候到来。什么？我要当妈妈了吗？是啊，舒涵，我们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诺诺死了，你也不用伤心了。陈金河把 B 超单递给我，想到自己要做母亲了，很惊喜，但想到诺诺，又没有那么高兴了。小柔满脸不甘，夫人，您可真是得天独厚，死了一个猫，马上又来了一个孩子。陈金河瞪了他一眼，示意他闭嘴。舒涵，小柔说话就是这样直来直去的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他这副避重就轻的样子，我真的烦透了。但为了孩子，我也只能忍受。我一口牙差点咬碎。知道了，老公。休息好之后，我就回到家养胎。陈金河待我的态度跟之前判若两人，对我是100%顺。我们回到了刚结婚时甜蜜的相处模式。陈金河为了我的营养着想，每天都会换着花样给我做营养餐。我翘着脚坐在沙发上，吃了几口他做的菜，就把筷子丢到了一边。我抱着陈金河的手撒娇，老公，我还想吃点水果。陈金河立马答应，好啊，老婆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拿过来。我拿纸巾擦了擦他额头上的汗。老公，什么都是你干的，你也太辛苦了。我们家又不是没有仆人，让小柔去吧。你刚做完一大桌子菜，休息一下。陈金河握住我的手，笑得欣慰。好好好，还是老婆体贴，知道心疼我。我挑眉，看向小柔，指示道：小柔，我想吃石榴，你手巧，去给我包一点来吧。夫人，小柔，还不快去！陈金河打断了他，他咬了咬嘴唇，不情不愿去厨房拿来石榴包起来。小柔包几颗就停下来，幽怨地看着陈金河，却被陈金河无视了。小柔，动作快点呀，发什么呆呀？他看着我，敢怒不敢言。是，夫人。这个家里没有陈金河给他做主的话，他小柔算得了什么人物？我盯着小柔包好一整碗石榴，拿到我面前，我只看了一眼，就抬手打翻，学着他之前的语调说：小柔，你也太小心眼了，我只是让你包了个石榴，你用得着故意打翻它吗？小柔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一时间瞠目结舌。你，陈金河没注意，踩了一脚汁水，他抬脚抖落粘在脚上的石榴子。小柔，怎么这点事都干不好，还不快收拾一下？小柔委屈地红了眼，跺了跺脚，拿来扫把扫掉残渣，泄愤般的用扫把头戳着地板。我瞥他一眼，地上的石榴汁还没擦干净，去拿抹布来擦呀！做事还要我教你吗？小柔气得脸色铁青。陈金河没有说话，他只好拿来抹布跪在地上擦着。我用力踩着他的手，直到他手背通红一片，才抬起脚。不好意思啊，小柔，不小心踩到你的手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
小柔疼的一下站起来，萧书涵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轻笑一声，小柔，我都说了不是故意的了。我抱着陈金河的手臂摇了摇，老公你看他真是不像话，大喊大叫的，都吓到我们的孩子了。先生我没有。陈金河板着个脸，你不用说了，下去吧，别在这惹夫人生气了。小柔欲言又止，走之前狠狠瞪了我一眼。我跟陈金河在沙发上看了会电视，没多久我就犯困了，直打哈欠。老公，我有点累了，想睡觉。陈金河伸手理了理我耳边的头发，那我们上去休息吧，老婆，我扶着你。陈金河扶着我躺到床上，自己也躺在了我身旁没走。前段时间我们经常吵架，从那之后陈金河就一直睡在书房。这次破天荒陪我睡，我有点受宠若惊，这种感觉太久违了。我情不自禁落下一滴泪水，背过身擦去，不让他看见。陈金河从背后抱住我，在我耳边呢喃：书涵，我们终于有孩子了，你说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我握住他的手，那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呢？我都可以呀，男孩女孩我都喜欢。说话间，我突然感受到一阵肚子疼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踢了我一下。等坐起来才恍然发觉那是胎动。老公，孩子好像踢我了，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奇妙的体验，一时间欣喜若狂。肚子里的小生命正回应着我的喜悦，又动了动。真的吗？我听听。陈金河把耳朵轻轻贴在我肚子上，笑容满面。真的喂老婆，他在动哎，好神奇呀！眼前安稳的幸福让我忘却了曾经的不愉快。就在我以为日子就要这么继续下去时，意外猝不及防地发生了。昨天睡得太沉，一下子就睡到了日上三竿，身边已经没了陈金河的影子，应该是给我做营养餐去了。我穿上拖鞋走出去，正好陈金河做好了饭菜，正端上桌。老婆，你醒了，我刚准备叫你起来吃饭呢，好香啊！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话音刚落，我就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摔了下去。我滚下了楼梯，肚子一阵剧痛，身下不断流出鲜血，染红了整个楼梯。陈金河呆在原地，惊愕的不知所措。孩子，救救孩子！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吐出这几个字，再也撑不住晕了过去。睁开沉重的眼皮，我躺在了熟悉的医院病床上。陈金河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我急切地抓住他的手，老公，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？陈金河闭了闭眼，叹了口气，书涵，孩子没有了，你别太难过，我们还会再有孩子的。我笑了一下，感觉周围的声音都有些听不见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是骗我的吧？你不要吓我了好不好？小柔抱着手臂靠着墙，歪嘴一笑，夫人，您的孩子没有了，谁让您腿脚不稳，从那么高的楼梯上摔下来。不过您算是很幸运的了，没有一尸两命。先是相框，后来是诺诺，再然后是我的孩子。为什么我真爱的东西最后的结局都是失去？我已是泪流满面。他凑近看着我的眼睛说道，而且医生还说了，你子宫受到了损伤，以后也不能再有孩子了。住嘴！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，狠狠打了他一巴掌。他被扇的脸一偏，嘴角渗出血来。小柔捂着脸，依旧得意。夫人，打吧，打得再重也换不回您的孩子，我还要再打。陈金河扯开我们俩，正色道，书涵，你好好休息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我们就不待在这里吵你了。说完就拉着小柔出去了，留我一个人在病房。我摸着平坦的小腹，那里一个鲜活的生命已经逝去了。我恨自己为什么不小心点，恨自己的疏忽害了他。我躺在病床上，哭得泣不成声。
从医院回来后，我一直都郁郁寡欢，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。陈金河前几天还一直耐心地开导我，逗我开心。发现没有作用时，他就不再坚持了。我坐在梳妆台前，镜子里照出一张惨白的脸，憔悴的自己都要不认识了。打开抽屉，里面是一个个首饰盒子，都是陈金河送我的礼物。他送了我很多礼物，各式各样的，每个都不重样，有戒指、钻石手链、翡翠手镯、宝石项链等等。宝石项链，这不就是小柔戴的那条吗？我就说怎么那么眼熟。我怀着疑问来到小柔的房间，想要一探究竟。我把小柔房间里的东西都翻了一遍，找到了一个首饰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的东西跟陈金河送我的一模一样。原来这么多年，陈金河买的礼物都准备了一模一样的双份，分别送给我和小柔。小柔房间的窗子正靠着后院，后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。我胡乱将首饰盒扔在地上，躲在窗帘后偷听，按开了手机的录音。小柔，你竟然害死了我和舒涵的孩子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就不怕被他发现？我不过是在楼梯上抹了一点油，他还真是没让我失望，哈哈哈哈！谁让你对我的孩子下手了？你跟我急什么？我现在可是也怀了你的种，小心我现在就去打了他。隐约间，我看到小柔把陈金河的手放到自己肚子上，他害了我的孩子，自己还怀上了。命运对我真是残忍！别，我的好小柔，她今后又不能怀孕，我就指望你了。还好还有你给我生儿育女，我才不至于断子绝孙。陈金河语气里充满惊喜，想让我生下来，那你可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说，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答应你。我的孩子将来可得继承你的全部家产，不然我可不敢生。我家里还有病重的母亲要养呢，不为自己的孩子要点保障，我不能安心。你这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？你到底答应不答应？好姑奶奶，我答应还不行吗？这对狗男女害死了我的孩子，还不善罢甘休，还想着夺走我的财产。创业初期，陈金河没有启动资金，是我拿出了全部积蓄来支持他，我们一起把公司做大做强，才有了现在的风光。现在他却要把这些都拱手相让，凭什么？我在小柔房里还找到几个撕开的避孕套，原来那些日子陈金河不在书房睡，而是去了小柔房里。他们两个早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苟且多时了，仇恨吞噬着我的心，胸膛里的怒火剧烈翻腾着。但现在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，一切还得从长计议。我挑了一个他们俩都不在的时间，找人在家里各个角落都安装了针孔摄像头和监听器，他们连接着我的手机，视频和录音都可以通过我的手机导出。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他们没发觉什么异样。晚上我躺在床上准备睡了，陈金河过来搂住我，在我耳边喝着热气，手上也开始不安分起来。老婆，你好香啊！我强忍着心里的不适，闭了闭眼。陈金河，我累了，今天不行。陈金河脸色一变，立马松开了我，真是扫兴。接着就头也不回地出去了。料想他是去找小柔了，哪怕他们的奸情已经板上钉钉，我还是怀着一丝希冀，希望我当时听到的那些话都是假的。如果这些都只是我的一场梦，该有多好！可现实还是给了我沉痛的一击，打碎了我最后的希望。我颤抖着打开手机，小柔房里传来一阵阵靡靡之音，画面上陈金河和小柔滚作一团，衣服胡乱丢在地上，不着寸缕。我这边刚拒绝他，他就立刻去找了别的女人，想想真是令人作呕。
我看着监控视频里恬不知耻的两人，胃里直犯恶心。不过他们快活不了多久了。周末时，陈金河在家里办公，一般这个时间他都会在书房靠椅上午睡。我悄悄打开门，将一杯茶轻放在桌子上，拿起陈金河的手机。他的手机是指纹识别，我小心翼翼用他的大拇指试了试，没有成功，又换成食指，还是没成功。由于我怕吵醒他，打草惊蛇，解锁次数只有最后一次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他的中指，手机终于解开。我翻看了半天，都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以为是被他都删除了。刚准备放弃，突然想到手机可以设置2套系统。我打开另一套系统，里面陈金河和小柔的短信十分露骨，简直可以说是不堪入目，还有一些大额的转账记录。我把那些都转发了到我的手机上，将他的手机放回原处。刚放下，陈金河伸了个懒腰，揉揉眼睛，睡醒了。老婆，你在这里干嘛呢？我拿起旁边的茶递给他，这不是看你工作太辛苦，给你倒了杯茶来。他喝了一口，脸上没什么变化。我赶紧出去了。我妈最近要做手术，需要一大笔钱，再加上我还得养胎，你先转30万给我。我最近刚投资一个大项目，手里也没什么钱，上哪儿去给你拿30万？监听器里传来陈金河和小柔的争吵声。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要看到钱，不然孩子你就别要了，动不动就拿孩子说事儿。妈的，等我几天。过了几分钟，陈金河敲响了我的房门。老婆，没睡吧？我进来了，有什么事？陈金河握住我的手，一脸无助地说：老婆，最近公司资金链出了问题，我知道你手里还有些积蓄，拿出来给我就救急好不好？我掰开他的手，一字一句道：不好。陈金河，我们离婚吧。陈金河满脸不可置信。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们的事我全都知道了。小柔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了，倚在门框上眉开眼笑。萧书涵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正好我和金河也不想偷偷摸摸的了，我们的孩子也可以光明正大的出生了。他抚摸上自己的肚子，眼神慈爱，抬眼看我时充满挑衅。没想到吧，你的孩子没有了，我的孩子却怀上了。你陈太太的位置坐得够久了，是时候换我坐了。我抬手打了他一耳光。你给我闭嘴，滚一边去。我把离婚协议书递给陈金河，签字吧。我是不会签的，你休想。我看向陈金河，陈金河，稍后我会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，这是我的家，现在你们都给我从这里滚出去。陈金河脸色苍白，就算离婚，财产也是我们一人一半，凭什么这房子是你的？我懒得跟他废话，解雇了小柔，并叫来保安架走了他们。陈金河被保安拖到门口，死死拽住门框，不肯出去。书涵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是小柔那个女人先勾引我的，我只是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老婆，你原谅我呀！陈金河痛哭流涕，眼泪鼻子呼了一脸。小柔听了，气愤地冲上去打了陈金河一巴掌。好啊，陈金河，现在你翻脸不认人是吧？我看这个孩子你是不想要了。陈金河被激怒了，眼神阴冷，一脚把小柔踹倒在地。你这贱女人，天天拿孩子威胁我，我受够了，给老子滚蛋！小柔倒在地上，笑得癫狂。你现在想甩开我们母子，晚了！我天天去你公司楼下闹，只要你敢不给我钱，我保证让你身败名裂。大不了你就试试看啊，反正我光脚的，不怕穿鞋的！哈哈哈哈！陈金河怒不可遏，正拖开保安，
一脚一脚用力踹向小柔的肚子，很快血流如注。当初我孩子没有时，也是流了这么多的血。小柔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把刀，挥手捅向陈金河身下。陈金河吃痛，捂住自己的命根子，连连叫唤。因为证据充足，离婚诉讼很快得以通过。陈金河净身出户，小柔的孩子被打得当场流产。陈金河没了生育能力后，又因故意伤人坐了牢。小柔断了经济来源，母亲手术没交上医药费去世了，她在医院楼顶一跃而下。而我凭借巨额的资产，提前过上了悠闲的养老生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